嗨，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带来重磅的产品，咱们不废话，抓紧开始。今年呢是小米宣布冲击高端的第3年，从之前的价格屠夫到如今全面去对标国际巨头，小米冲击高端的战略一直扭转着之前性价比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在去年呢，小米联合徕卡推出了 12S Ultra， 那让我们感到了小米影像升级高端的成绩。时隔将近9个月小米再次带来了数字系列的超大杯13 Ultra。那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产品它究竟表现如何。外观部分本次发布的3款配色呢均为素皮材质，因为取消了镜头的垫板第一眼看上去呢整机的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不过呢圆形镜头模组依旧是硕大的凸起也是比较夸张。背板最低处呢与镜头模组最高处相差5毫米，如果算上镜头凸起整机厚度接近 1.5厘米了。那这个镜头可以说是堆料满满至少是从厚度上来说。相比较于前代呢，圆形镜头模组的直径也有3毫米的增加。视线来到侧面你可以看到13 Ultra 的背板部分和镜头模组下方形成了斜坡的设计，镜头下面呢和机身的凸起中间有一定的弧度。从侧面看上去机身上半部分呢是要高于侧边框的。这2种背板设计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整体看下来，13 Ultra 的背板设计是介于手机和相机之间。如果我们对比经典的徕卡 M10 系列，大家可以看到二者的类似点。之前看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的红色徕卡标本次呢依旧是以字母的形式刻印在了镜头的模组中间。毕竟徕卡自家的 M10P 相机甚至呢都已经取消小红标了。那么这个小小的愿望也只能留给我们自己动手来实现了。除了背板，小米13 Ultra 另一个变化较大的就是边框部分，抛弃了之前的双曲面设计，而是从内部结构上和徕卡的 M 系列相机看齐，磨砂的金属材质一直从内部中框部分延伸到了背板区域。这样的设计呢，当然是可以实现更加结实坚固的机身。不过大面积的金属材质的加入呢，也肯定会增加整机的重量了。实测呢，重量部分达到230克，单从手机的角度来说这个重量肯定还是比较压手的当然对比某 A 姓国际大厂还是有优势的。而且呢，我们对比了一圈下来发现居然还没有自家的13 Pro 重。看起来呢，素皮材质加多出来的边框部分在重量方面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手感方面，之前小米 12S Ultra 在单手握持的时候呢，手指经常会触摸到镜头的垫板以及镜头的区域。而本次因为取消了镜头垫板，实际的握持手感呢是有所提升的。边框区域虽然采用了直角的切边处理，但是呢肯定没有双曲面机型那么舒适了。上下边框同样做了平直处理，整体看还是很硬朗的。最后来问大家一下，这个背板的设计满分100，你打几分呢？如果你还不确定别忘了我们还对比了小米13 Ultra与市面上各家主流旗舰机型的颜值，点击评论区就能详细查看了。小米在和徕卡合作之后，你可以看到呢，这2代产品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而本次超大杯小米13 Ultra 呢，在影像部分是再次发力，后置4枚镜头，主摄呢依旧是沿用了小米 12S Ultra 上面好评的 IMX989 传感器，23毫米的焦段。不过相比较于之前一代本次13 Ultra 呢还加入了 f1.9 到 f4.0 的2档可变光圈，在部分场景下呢可以实现更加真实的虚化效果。同时呢，物理可变光圈还可以实现在视频录制的情况下2档手动调节。其他的3枚镜头均为 IMX858 传感器，分别是右上方的超广角12毫米焦段 f1.8 的大光圈，左下方75毫米的中长焦段 f1.8 的大光圈，还支持3.2倍的光学变焦，还有右下方120毫米的潜望镜长焦镜头。潜望镜头支持5倍光学变焦以及最大120倍的数字变焦。4枚镜头覆盖了从12毫米到120毫米的超长的焦段而且呢，除了常见的焦段之外，还可以通过数字融合裁切的方式实现46毫米到240毫米，一共6个焦段，1250万像素样张的输出。这个参数实在是挺夸张的了。还可以看到这4枚镜头的测光还有自动白平衡几乎是保持一致的，也是因为 IMX858 传感器看齐 IMX989，所以呢，在视频录制方面，4个镜头都可以实现 4K 60帧以及最高 8K 24帧的视频录制，完全没有缩水和凑数。参数方面看起来小米13 Ultra 确实是推到头了。那实际体验如何呢？咱们接着来看。首先在拍摄界面上，小米13 Ultra 和以往的小米手机都有所不同，顶部的调节按钮呢做了全新的交互设计，纵向单手握持的时候只需
向下滑动就可以调出调节选项，而横向握持的时候呢，除了可以点击左侧按钮，还可以像类似波动相机滚轮操作的方式调出菜单选项。整体的设计呢也更符合人机交互。同样，变焦拉环也变为了滚轮的形式，方便操作。实际体验下来呢，整个变焦过程平顺程度是不错的。本次小米13 Ultra 呢还新增了街拍模式对于老法师喜欢扫街的爱好者来说，在较短的时间里可以及时的去记录场景的信息。即使在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只需要双击音量下键，就可以在按下的瞬间直接拍摄一张35毫米的人文焦段的照片。同时呢，你调出街拍模式的界面，在街拍模式下可以通过对焦设置锁定光圈来获得最大的景深效果。那界面呢还会同步显示当前适合拍摄的景深范围以及对焦距离。实际测试下来呢，街拍模式配合之前的极速抓拍、万物追焦等性能最终的出片率还是非常高的。即便你是专业记者，需要高速抓拍，它也能胜任。看完了基本的摄影体验咱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徕卡影调。小米在前代 12S Ultra 的徕卡影调呢，调教的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让人一看这就是小米手机拍摄的。那这种影调风格呢，也被大家俗称为徕卡的德味。而小米和徕卡在深度合作之后加入的徕卡影调，本次呢也迎来了重要的升级。对比之前，你可以看到13 Ultra 的柱子颜色是更为丰富的。同时呢，色彩信息也更为准确，这是因为本次徕卡两种画质风格直接将色彩管线呢提升到了 P3 的色彩空间，相比较于前代呢，可以捕捉到更多的颜色信息。切换至徕卡生动模式下，对比前代同样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色彩变化。第二代徕卡色彩科学的升级呢，也让13 Ultra 可以在专业模式下直接进行德味的自定义调节，你可以对于影调以及色调还有质感进行细微的专业调节。从而呢，自定义自己喜欢的摄影风格，比如说可以通过调节影调改变画面对比度和动态范围。可以看到调整之后的样张呢依旧不失德味。如果想要更为突出样张的质感，也可以通过调整白平衡、冷暖还有清频选项，达到更加好的效果。关于徕卡滤镜，在已有的4种滤镜的基础上，本次呢还新增了2款，比如这里的徕卡飘东还有徕卡单色蓝这2个。那这6种徕卡的滤镜，你更喜欢谁的风格呢？下面咱们直接看样张首先1倍主摄样张，小米这边的风格对比是比较浓烈的，明暗光线对比比较明显。当然我第一眼看到的话呢，是隔壁 A 姓巨头，它的宽容度会更加好一点。当然你也不用着急，我们把小米这边切换到徕卡生动模式下这次小米的画面的质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关于徕卡的经典还有生动这2种风格，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再来看一组超广角样张，你可以看到两者在畸变控制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不过呢，小米12毫米的焦距相比较于对手14毫米的广角端会更广一点。我们再切换到徕卡生动，那小米这边暗部呢同样是有所提亮的。来看2倍样张，二者呢都是属于高像素裁切中心区域来实现的。小米13 Ultra 徕卡经典模式下，对比度呢会稍高一点，影调风格浓烈。我们切换到徕卡生动两者的区别呢在于色彩倾向。放大来看细节，小米这边的解析力呢是略占优势，而隔壁友商还是有锐化过度的痕迹。切换至小米3.5倍样张，第一观感小米13 Ultra 足够的吸引眼球，可以完美的呈现出东方小巴黎街头卢浮宫整个墙体的纹路。而隔壁这一组呢，整个画面就比较普通了，感觉会差一点味道。我们在切换到小米的徕卡生动之后，两者呢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那对比前后小米2种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呢，小米这边提升了柱子暗处的同时，整个影调呢也稍微发生了变化。不过呢，整体上来说辨识度依旧是足够高。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镜头的焦距越大，视角越小的同时，这种徕卡风格呢就越加明显，这种感觉就更像相机了。我们再放几组中长焦的样张，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白天样张看完，再来看一下光线较暗的夜晚。在这组样张里如果不公布色彩风格，你觉得哪一边是徕卡经典，哪一边是徕卡生动呢？其实可以看到，在夜晚场景下，两种色彩风格呢差别好像没那么明显了。不过二者呢在 ISO 的调整上是不同的，这就保证在夜晚使用徕卡经典风格影调的时候，可以获得比较理想的明暗关系。而对比隔壁友商，可以看到两台机器对于玻璃部分处理的不同。在这一组夜晚光线较弱的场景下，两种风格你更趋向于哪一边呢？夜晚超广角样张小米这边明显会更亮天空呢也更为的通透。当我们切换到生动模式的时候，
亮度呢还是有所提升了。不过相比较于白天非常浓烈的德味儿，夜晚场景里面味道就不是那么冲了。夜晚长焦样张当中，你可以看到徕卡经典风格，天空部分是比较纯净的。我们切换至徕卡生动整个画面呢在亮度和色彩倾向性方面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放大看细节，很明显小米这边的噪点相对更少，细节呢也比较清晰。再放大到5倍大家感觉谁的表现更好呢？简单总结，本次小米13 Ultra 影像部分硬件参数呢就不用多说了。主摄可变光圈可以根据场景改变进光量和景深效果，提升了基础的素质。而4枚镜头6个焦段实现了多个场景的焦段覆盖。对于扫街的用户来说新增的街拍模式呢，可以更加突出这台机器的随时拍摄的能力。徕卡独有的色彩科学算法以及风格的加入，也让最后的成片质感呢是直接拉满。最后呢，就是本次的摄影师套装附加上这一套装备出街，老法师看了都得说专业。何况呢，这台机器呢还附赠了你打电话的功能。小米13 Ultra 本次配备了一块华星光电高素质的 OLED 2K 屏幕，分辨率最高达到3200×1440，120赫兹的最高刷新率，并且呢支持 LTPO 的自适应调节。重点来了本次小米13 Ultra 在刷新率的设置选项中，终于支持应用自定义开启和关闭高刷新率了。当然护眼方面呢，也是最高支持1920赫兹的护眼调光。亮度方面，经过实测，在全屏显示白色图片的时候，手动最高达到543，而强光照射下呢，可以接近1300尼特的亮度。当然这里提到的是全屏显示白色图片的中心区域亮度。官方宣称的峰值局部亮度是可以达到2600尼特的夸张成绩。这是媲美三星的16屏幕材质。像素排列方式这里给到大家。这块屏幕的亮点呢，在于默认色彩模式就是专业原色，基于和苹果 Pro Display SDR 相同的调教模式，让相同的图片在不同的设备之间呢，可以达到一致的显示效果。性能部分小米13 Ultra 搭载了第2代的骁龙8处理器，配合 LPDDR5X 以及 UFS 4.0 闪存，在硬件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呢，机身接口迎来了非常重大的升级，那就是终于用上了史诗级别的 USB 3.2 接口，最高的支持5Gbps 的传输以及 4K 的 DisplayPort 的输出。小米这波重要升级满分100分，你打几分呢？难道暗示之前已经取消了的 PC 模式是要回来了吗？实际上连接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后续如果可以连接显示器，直接启动 4K 显示下的 PC 模式，那可玩性呢就会大大增加了。跑分部分，我们开启和关闭性能模式进行多轮跑分，选取最高值。那首先是AnTuTu超过130万这也是目前顶尖旗舰的水平。在 Geekbench 5的跑分当中呢，单核1475，多核5128。而在 Geekbench 6的跑分当中单核达到1992，多核达到5488，表现是不错的。GPU 部分，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场景测试当中小米呢同样表现不错，达到3760。顺序读取和写入的测试当中表现优秀，而随机写入和随机读取呢也是常规的主流水准。跑分部分确实是没输过。那下面咱们来看一看实际游戏体验了。这里呢直接测试30分钟的原神。那实测游戏结束之后，平均帧率呢是58.3帧，平均功耗呢达到5.27瓦，耗电14%。从帧率图你可以看到游戏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而在温度方面，得益于小米全新的气液分离导热设计，温度控制的相对不错。正面最高呢41.2，背面最高42.5。发热区域呢主要集中在摄像头还有到边框的部分。虽然还不是最终零售版的固件，但目前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电池续航方面，本次小米13 Ultra 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再配备90瓦的有线以及50瓦的无线还有10瓦的无线反向充电。虽然不是那种极高的夸张的功率但是也没什么短板。全新的小米澎湃 P2 芯片，再配合 G1 电池管理芯片，同时优化了充电效率。那实测呢，从1%充至显示100%一共是35分钟。充电的时候呢，最高功率达到76瓦。而涓流充电结束到完全充满一共呢是43分钟。而续航测试方面，我们将屏幕呢设置为300尼特亮度，开启 2K 高刷的情况下模拟日常5项常规测试，最终剩余电量是52%。这个续航表现呢，在现阶段的旗舰机型当中算是中规中矩不算特别突出。不过呢，本次小米13 Ultra 新增了极限续航模式，可以在电量只剩1%的情况下自动开启。
可以添加常用的软件到桌面上面。实测了一下啊，在电量只剩1%的情况下，继续播放1080的网络视频啊，在线播放啊，还是可以继续播放26分钟左右啊，手机电量呢才会耗尽关机。看起来小米这边啊还是留有一定余量的。在联合徕卡的这2年半的时间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小米手机影像部分的提升确实是非常明显的。独有的徕卡影调加持啊，让2代数字旗舰的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而作为小米旗下主打影像的旗舰机型，小米13 Ultra 在拍照部分确实有着不俗的实力。那整个体验下来呢，我们似乎发现，包括整个外观设计在内，所有的还有拍摄的体验啊，都在靠近经典的卡片相机。尤其是搭配上本次发布的无线摄影的手柄套装啊，再配上 ND 滤镜，那是不是看起来更像了？与其说是一台手机啊，不如直接界定为手机和卡片相机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生态。当然啊，其他旗舰机型该配备的那这台13 Ultra 呢也是一应俱全。比如说标志性的对称双扬声器、X 轴的线性马达、红外线 IP68 防尘防水等等啊，这些时间有限，咱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本期节目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了。后续呢，你还希望看到它和哪些实力强劲的对手做对比呢？你可以打在弹幕上啊。那关注一下科技美学，咱们下期节目再见。